与未婚夫季思齐相爱6年，大家都赞叹我好福气，能搭上季家的门楣。可只有我知道，他从不让我多用他1分钱。国庆买好机票想去旅游，却遭到他的怒骂。他斥责我那是为了结婚做打算，可转头就给白月光买了直升机。试飞那天，白月光给我打视频，讽刺我山鸡终究是做不得凤凰。可他不知道，季家已经破产，那辆直升机刷的是我的卡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闺蜜小雪约我国庆去川西玩，想着大学毕业后没怎么出去玩过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答应了。可刚订好飞机票，就接到了未婚夫季思齐的电话：“林景兰，你拿着我的钱买机票，想要干嘛？我都说了，这是攒着结婚的钱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？”劈头盖脸的一顿骂让我有些恍惚，看了手机才发现误刷了他的亲情卡。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和他就互相绑定了卡，当时他让我随便花，但我物欲不高，很少用他的钱。我想要解释，可是才刚开口又被他打断：“亲情卡开着是为了给你急用的，你现在这样随便刷是把我当 ATM 机是吗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么无知的人啊？赶紧把票退了，再有下次我就解绑了。”捧着手机，我有些难过。大家都说我与季思齐的婚事是我高攀，我一个县城姑娘能攀附上季家公子，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可我知道他从来不会为我多花1分钱，每次多用1点钱，季思齐都会气急败坏，说我物质拜金，跟他在一起是为了钱。于是我现在买衣服都不敢买牌子的，外出吃饭都只敢去小饭馆，生怕季思齐误会。可他当初在大学追我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那时他很舍得为我花钱，衣服包包随便送，每次公开课都要坐在我身边陪着我，说不给其他人接近我的机会，甚至还没毕业就与我订了婚。当他眨着眼看我的时候，我总觉得我是他的全世界。直到他的白月光顾嫣然回国后，我才知道，我不过当了几年别人的替身，那些倾注在我身上的爱意也要收回了。现在正主回来了，梦也该醒了。闺蜜心疼地看着我，怒骂我不争气，这狗男人都这样了，兰兰你还跟着他干什么啊？何况你现在中了彩票，我们何必在低三下四受他的气？上个月我的生日，季思齐明明答应我好好陪我过个生日，可在吹蜡烛的时候被一个电话急匆匆叫走，没舍得回头看我一眼。我本以为公司出了什么急事需要处理，后来看到朋友圈才知道，只是顾嫣然在家做饭被邮件到。看着照片里季思齐捧着顾嫣然的手紧张焦急的样子，我突然感觉很无趣。闺蜜知道后，半夜拉住我出去喝酒，喝醉后胡乱地买了个彩票，那张彩票在第2天中了5000万。现在想来，是上天都知道季思齐对我不公，给我的补偿也在提醒我不要再抓着不爱自己的人不放了。我退了那张机票，拿自己钱重新买了一张。在川西的那几天，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和快乐。虽然国庆人比较多，但这种热闹的氛围才让我感到自己还活着。这期间，季思齐一通电话也没打给我，我自嘲地笑了笑。想来我在他的世界一直都是配角，又怎会在乎我的去向？当我提着行李箱回到家，打开门的时候，发现家里乱糟糟一片，地上散落着内衣、丝袜、高跟鞋，还夹杂着季思齐的衣物，一路延伸至主卧。
房间里正传来激烈的声音：“阿奇，好厉害！你跟你未婚妻也这么厉害吗？”季思琪冷哼一声，嘲讽道：“他怎么能跟你比？嫣然，你才是我永远的缪斯，我一直在等你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随时回头。”脑子里如烟花般炸开，后面他们再说了什么，我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了。拿着行李箱落荒而逃。我以为至少在跟我完全撇清关系之前，季思琪不会做到这一步，没想到他真的连脸都不要了。直到看着季思琪将顾嫣然送走后返回，我才拖着行李箱回家。季思琪脸上还是艳足的样子，看见我却立马变得冷厉。你还真敢背着我去旅游，你真是不知道钱多难挣，我的钱就能这么随便花。我看着他这副样子，生出了一丝反胃。我没用你的钱。他拿出手机翻了翻，看到确实没有花钱的记录，松了口气。见我沉默着站在一旁，似乎察觉语气有点不对，开始找补。兰兰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这钱我是想留着我们结婚，况且你是我的未婚妻，还是不要到处跑，惹人误会，对季家声誉不好。他拉着顾嫣然在我们的床上翻云覆雨的时候，怎么没考虑过季家声誉？刚想开口说什么，我余光扫到沙发上遗落的女士外套，正愣住。他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闪过一丝慌乱，又强装镇定。刚刚嫣然来家里问工作的事，忘了拿走。看着他掩饰的表情，我轻声问：“季思琪，我们还能结婚吗？”他摸着我的头，笑得很好看：“傻瓜，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，我一定会跟你结婚的。”我暗暗冷笑了下，正准备摊牌时，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响起。“什么？嫣然，你等等！”我马上道。季思琪略带歉意地看着我，说：“顾嫣然没带钥匙，要急着赶过去帮忙。晚上天黑风大，嫣然胆子小，我得照顾她。”直到深夜，季思琪才舍得回家。见我不在主卧里，他又来客房寻找，摸索着上床。他从后面拥抱住我，想与我亲热。当那带着浓重女士香水的怀抱靠近我时，我又回想起今天看到的画面，推开他，跑进洗手间，吐了个天昏地暗。等我出来的时候，季思琪黑着脸坐在床上，质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睡主卧就算了，现在还来这一出？”甩了甩脸上的水珠，我前所未有的冷静。“季思琪，这婚我们还是不结了。”季思琪呼吸一滞，指责道：“你又在耍什么性子？嫣然不过是我从小到大的朋友，陪陪朋友怎么了？至于闹到这步吗？”我扯起嘴角，笑容惨淡：“陪朋友要陪到床上吗？”他瞳孔一缩，久久未能言语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，洒在客卧碎成一片片。我和他的感情也如这般。其实我早该退出了，兰兰。我承认我以前喜欢过他，不过都是以前的事了。我跟他睡了一次，也是为了我们以后好。睡完后也不惦记他了。他哪能跟你比？我跟他就是玩玩。兰兰，我是想跟你过一辈子的。那种干呕反胃感又涌了上来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从来没真正认识过他。他能如此轻飘飘说出这种话，推开他挽留的手。我收拾了东西，去书房的飘窗上睡了一晚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拿着行李箱去外面租了房子。季思琪天天给我发消息打电话，说着多么爱我，这辈子都离不开我。可顾嫣然的朋友圈里，他们俩之间的约会就从没断过，不是在开车自驾游，就是在电影首映里。他曾告诉我，作为他的未婚妻，应当低调，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。因此，在公司他从未公开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但他与顾嫣然却完全不顾他人的眼光。
爱得轰轰烈烈，爱得难舍难分。我对季思琪来说，只是闲暇时刻逗弄的小狗，只要他一句话，我就会不顾一切为他飞奔而来。可我是人，我的心也是心，被他若无其事伤了这么多次，我也会应激。看着手里兑换好的5000万彩票，这次我是真的决定放手了，我要还自己一个自由。那天我正在和闺蜜逛街，手机又收到了她的微信：兰兰，明天有个宴会，我父母都会去，你跟我一起去一下吧。尽管季思琪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他父母一直以来都对我照顾有加，况且退婚的事也要亲自出面跟他父母商量一下才行。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是准备去。闺蜜知道后，拉着我买了一身当季的衣服和包包，说要给我好好撑场面。等我第二天站在宴会厅门口时，却被门童拦了下来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您没有邀请函，不能出席。我皱着眉头解释道：我是季思琪的未婚妻，她应该已经在里面了。门童上下扫视我，嗤笑道：小姐，就算没被邀请，也不能冒充季公子的未婚妻吧？谁不知道季总已经带着未婚妻进场了，装也要装得像一点吧。门口的围着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都在看我的笑话。我的手紧紧攥着裙子，不停给季思琪打电话，却一直无人接听。直到我看见顾嫣然挽着季思琪的手走了出来，笑容迷人。周围人看着这光鲜亮丽的这一对，狗腿的开始捧场。顾小姐这样的才貌才配得上季总啊！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赶过来了，不是长得像就能过来碰瓷的啊！现在女人怎么一点自尊心没有？顾嫣然听着这些话，撩了撩头发，挑衅地看了我一眼。季思琪看着我，隐隐有发怒的迹象。你过来干什么？谁让你来的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羞辱，我身子忍不住有些颤抖。是你让我来的？他皱着眉，一脸莫名其妙。顾嫣然撒娇道：阿琪，是我用你的手机给他的消息，这宴会多无聊啊，我就给自己找了点乐子。阿琪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季思琪眼神复杂地看了看我们，脸上浮现出一丝挣扎，但最后还是选择了顾嫣然。行了行了，现在快点走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顾嫣然往旁边使了个眼色，他的朋友走上前来，阴阳怪气：哎呀，这衣服和包包都是最新款吧？也不知道一个女人哪来的这么多钱啊？这时季思琪才注意到我的衣服，质问道：林景兰，你哪来的钱买的衣服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低调点，低调点。顾嫣然火上加油：没钱买的衣服，不会是盗版吧？这位女士，我们这里可是正经宴会，穿着盗版衣服来，真是不知廉耻，摆明了找骂啊！周围人看我的眼神更加鄙夷，好似整件事情已经板上钉钉。我抓着季思琪的手，着急解释道：不是的，其实我是刚中了。他一把甩开：够了，林景兰，你快点滚吧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这一下子直接把我推倒在地，可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带着顾嫣然进了宴会。明明我才是他正牌未婚妻，他却不愿意在旁人面前承认我，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就站在顾嫣然那边。门童走了过来，猥琐笑笑：小妞，季公子不要你，可以考虑下我啊！你这种姿色，我出210万怎样？够大方吧？眼看他的手就要摸上我的腰，我狠狠踹了他一脚，转身跑开。这宴会厅在山顶别墅，我来的时候出了双倍车费，司机才肯送我上来。山上风大，路灯幽暗，没过一会还下起了大雨，头发和衣服全部浸湿。我抱着身子
走在下山的路上，心中不住委屈。曾几何时，我也是被季思琪捧在手心上的。大学下课时遇上了大雨，我跟其他同学都被困在教学楼中，是他冒着大雨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中给我送伞，接我回去。那个时候，我认定他是我此生都想陪伴的人。可在才短短几年，便已物是人非。雨越下越大，我的头昏昏沉沉，脚步越来越重，最终忍不住晕倒在了路边。昏迷前最后的意识是一辆跑车停在了我的面前。在睁眼时，我躺在陌生的床上，身边坐着的是季思琪的好兄弟裴度。季思琪曾经告诉过我，虽然他跟裴度一起长大，但因为家庭原因，裴度本质上是个很难相处的人。看着男人淡漠沉静的面容，我忐忑道：“对不起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”他低垂着眉眼，说我发了高烧，让我好好休息。突然，我手机收到一笔付款信息，显示刚刚购买了一架直升机。皱着眉头，正想点开订单看详情时，季思琪给我打了一个视频电话。接通后，镜头出现的却是顾嫣然的脸。顾嫣然看着我，故作惊讶，嗔笑着打了一下身旁的季思琪：“哎呀，都怪你，害我把电话打出去了。景兰，刚刚阿奇给我买了飞机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”季思琪的声音从听筒传来，充满着不屑：“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？他这种虚荣的土鳖怎么能懂我们的品味？”顾嫣然小鸟依人地靠着他肩膀上，轻蔑一笑：“果然，山鸡就是山鸡，永远不可能变成凤凰。”还不等我说什么，他翻了个白眼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旁边的裴度听完了全程，皱着眉头疑问道：“季家不是倒闭了吗？季思琪哪来的钱给小情人买直升机？”我愤愤说道：“他们刷的是我的卡，想必是季思琪还没发现家里破产了，卡里没钱，自动刷了我的卡。季思琪个王八蛋，骗我感情就算了，现在竟然敢骗我的钱。”裴度听完一脸震惊，低低笑了笑，打开了电视。电视里正在宣布季家因为内部管理不善，入不敷出，现在资金全面冻结，等待破产清算。不过现在季思琪正带着他的白月光，坐着直升机在城市上空盘旋。新闻里的记者打听到了季思琪的下落，正围在直升机下方等待第一手采访。当季思琪满面红光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，记者一窝蜂围了上去，七嘴八舌：“季公子，请问对季家破产您却带着朋友在这里一掷千金买直升机，有什么看法？季家的现金流还能接得上吗？”镜头里的季思琪听到这话，脸色惨白，张大了嘴巴，难以置信道：“什么破产？”季思琪颤抖着手拿出了手机，看到了四面八方消息传来，才相信了破产的真实性。他甚至没来得及管穿着高跟鞋的顾嫣然，急匆匆地逃离了采访现场，只留顾嫣然一个人面对围涌上来的记者。我向裴度道谢，回到了自己租住的公寓，发现季思琪正站在门口死死盯着我，无视了他的眼神。我拿出钥匙开门进屋，却被他狠狠抓住了手腕。林景兰，我刚刚看到了，那架飞机刷的是你的卡，你是不是要向我解释一下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不会真被我说中了，你背着我绑上其他有钱人了？你真是不要脸啊！看来第一时间来找我，是担心自己戴了绿帽子，气急败坏。我甩开他的手，直直扇了他一巴掌。季思琪，别把人都想得像你那么肮脏。我买了彩票，中奖了5000万。他脸上闪过错愕和不甘，又很好的掩饰下去。
立马换了个嘴脸。兰兰，中奖了，怎么不早跟我说？把我当外人是吧？感叹于他变脸速度之快，我嘲讽道：自从顾嫣然回国之后，你有哪次好好听我说过话吗？到底是我不告诉你，还是你压根不想搭理我？他尴尬笑笑，拉着我的手，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，突然被一阵急促的铃声打断。季思琪皱着眉头接听了电话，那头传来顾嫣然娇滴滴的声音：阿琪，你真坏，怎么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啊？这飞机说好了写我名字的，你不能因为破产了就反悔了呀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好心提醒一句，你送谁飞机都不关我的事，但买飞机的1000万记得3天之内还给我，不然我是要算利息的。顾嫣然一听到我的声音，嗤笑道：林景兰，你个乡下来的算什么东西？你们还没结婚呢，就开始惦记阿琪的钱了。果然我说的没错，你就是 TM 机。看来平时季思琪不让我花钱，说我拜金，都是顾嫣然在从中作梗，不想听他的污言秽语。我甩开季思琪的手，想要进房间，他一着急，对电话那头的顾嫣然怒吼道：你算什么东西，还敢吼兰兰了？要不是你这个扫把星在我身边，季家怎么会破产？我告诉你顾嫣然，我季思琪这辈子就爱林景兰一个，我的钱你一分都别想要。挂断电话，他哀求地看着我，祈求我的原谅。兰兰，我都是一时冲动，我们交往都6年了，你肯定不会为这种小事跟我生气的吧？我之前也幻想着季思琪哪天能给我道歉，说这辈子就认定我了，跟我好好过日子。可这些天发生的事情，让我对着这张脸一点欲望也没有，只想让他还钱后一刀两断，不管你说什么，都要先还钱。他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皱着眉头强调道：兰兰，你能不能每天就钱的？这多粗俗啊！现在季家这么困难，那直升机我肯定不会再买了，到时候钱退到你卡上，你直接把5000万转给我。再次惊讶于他的不要脸，我瞪着眼睛质问道：你在说什么？这是我的钱。季思琪不耐烦道：你的不就是我的？现在公司有难，肯定要拿出来救急啊！你怎么这点格局和同情心都没有？跟他订婚后，我连刷他的卡买个机票都让我退，出去旅游都要被骂败家，出去穿个名牌衣服，别人都要说我买的盗版。跟他订婚几年，我就畏畏缩缩当了几年乌龟，小三都没我这么见不得光。现在开始扯跟我是一家人，要我出钱了。感情他的钱是他的钱，我的钱也是他的钱，真不知道堂堂季家公子怎么被教成这种铁公鸡。想起我与他的婚还没退成，我冲他笑道：不如抽空见下你父母吧，我们具体谈一下这个事情。他点点头，立马开始安排。那行，我明天来接你啊，兰兰，一定等我啊。目送他离开后，我赶紧进门反锁，拿着手机解绑了亲情卡。第二天季思琪来接我的时候，我看都没看他一眼，直接坐上了后座。他看着我，忍了又忍，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。在车上的时候，我就收到了直升机的退款，心中松了口气。季思琪开车的时候一直看着后视镜，想与我说话，可我一直低头刷着手机，对他爱答不理。他无法，叹气道：兰兰，你是不是还为了嫣然怪我？我们之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安静了？以前他开车的时候，我担心他无聊，总是找着各种话题跟他搭话，给他解闷，帮他看着导航，在红灯的时候给他投喂。现在不适应了，才开始想起我的好，可惜已经太晚了，我们再也回不到以前了。
等在餐桌上见到他的父母，季思琪兴奋地告诉爸妈，家里的资金链可以用我的奖金补上。他妈妈在对面小心翼翼看了我一眼，问道：“兰兰，你如果不愿意，可以直接说的。”季思琪不以为意：“这有什么不愿意的？这钱本来不愿意。关于我跟季思琪的婚约，我要取消。”看着坐在对面的两位，我坚定地说。身旁季思琪一脸错愕，狠狠抓着我的手臂咆哮道：“林景兰，你当着我爸妈的面瞎说什么呢？这些年我对你这么好，现在我家落魄了，就要跟我解除婚约？怎么会有你这么物质不要脸的女人？”没理会他的话，我把手机中准备好的视频递给他爸妈。那是他与顾嫣然上床的视频，视频中的两人放肆说一些淫言浪语，两位长辈的脸色变了又变。季思琪勃然大怒，一把抓过手机摔在地上：“有这个必要吗？我都跟你解释清楚了，你还要把这个事情闹到我爸妈这里才满意？”继父拍了下桌子，面容严肃：“混账！你自己做的事情还不敢让我们知道？”看着摔在地上四分五裂的手机，我不想再掺和进季家的事情里，将当时继母送给我的翡翠镯子交还给他们。继母抹了抹眼泪，收下了镯子，将我送到门口。景兰，这件事情是思琪对不起你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，这次的危机我们会自己度过，不耽误你了。我看着追到门口，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的季思琪，冲着继母点点头，离开了这里。与季思琪的订婚解除后，我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大学里我学的是珠宝设计，后来跟季思琪订婚后，他让我少在外面抛头露面，丢他家脸。我连跟人的沟通都很少，趁现在无事一身轻，我联系起了大学时积攒的人脉，开了一家珠宝设计店。开业的当天，裴度捧着花来庆祝。自从那天他带我回家照顾我后，我跟他之间再也没有联系。我笑着看他，说今天一定要还上次的人情。他歪着头想了想，让我为他挑一对袖扣，为他挑了一款红玛瑙的袖扣，我亲手给他戴上。可我才刚碰上他的袖口，季思琪突然从门口冲了进来。助理略带歉意地看着我，说拦不住他。季思琪双眼猩红，看见我的动作，发疯似的冲过来，将我们分开，把我护在身后。裴度，我当你是兄弟，你却在这里跟我女朋友调情。裴度挑眉嘲讽道：“据我所知，你们好像已经退婚了。”季思琪愣了一瞬，没办法反驳，又将矛头对准了我。林景兰，我说你怎么甩我甩得这么快？原来是早就找好了下家。我皱着眉头往后退了几步，那不还是要谢谢你？如果不是你当时宴会把我一个人扔在山上，我也不至于昏倒在路边。季思琪哑口无言，沉默一阵，解释道：“兰兰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的跟顾嫣然断绝关系了。”季思琪，你休想甩掉我！耳边传来尖锐的女声。顾嫣然出现了店门口，拿着包，怒气冲冲走起来，就往季思琪身上砸。我揉了揉眉心，真不知道我这小破店怎么能一下子来这那么多人。顾嫣然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：“季思琪，你当初跟我上床的时候说的什么？说一定会娶我。现在我都怀孕了，你要把我甩了？”我又往后退了几步，好笑地看着眼前的闹剧。看到顾嫣然，季思琪脸色僵了一瞬，小心翼翼看了我一眼，压低声音对顾嫣然吼道：“你能不能别在这里碍事啊？跟你说了多少遍别来找我了，而且你在外面睡了这么多人，谁知道是不是我的？”顾嫣然被如此羞辱，脸气得涨红，
狠狠扇了季思琪一巴掌。我这辈子就跟你一个人上过床，现在嫌我没用，要把我扔了？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！季思琪脸被打得偏了一瞬，她顶了顶腮帮子，嘴角溢出一丝血痕。顾嫣然心疼坏了，赶紧上前扶住她，着急忙慌拿纸巾帮她擦血。阿琪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一时着急。季思琪满脸不耐烦，看到顾嫣然更是来气，直接狠狠将她推倒在地。她的后腰撞到了我的大理石柜台，捂住肚子瘫倒在地上，痛苦哀嚎：“阿琪，救救我，我好痛！”季思琪抱着手臂，冷眼看着她，只当她在装可怜。看着她裙底渗出的血迹，我感觉不妙，赶紧让助理打120。直到顾嫣然被救护车拖走，季思琪都没再看他一眼。他看着我，眼神恳切，仿佛在暗示我，现在他与顾嫣然已经彻底断绝关系了。可我看着顾嫣然的样子，只觉得可怜。如果我没中奖，还是如当初死赖在季思琪的身边，我的下场只会比顾嫣然更难堪。季思琪，你别让我讨厌你！听到我这句话，他眼底浮现出伤心，最终还是不依不舍离开了。我略带歉意看着站在一旁的裴度，拿过袖扣帮他戴好。对不起啊，裴总，今天让你见笑了。他不在意的笑笑，邀请道：“周六有个宴会，我没找到合适的女伴，你可以陪我一起吗？”穿上裴度送来的礼裙，我还有些恍惚。裴度显然很满意，亲手帮我戴上了我设计的项链，蓝宝石在灯光的照耀下显示出迷人的光泽。裴度的领带上带着跟我同系列的领带夹，向我行了一个绅士礼，牵着我的手走进了宴会厅。上次那门童正百无聊赖倚在门口，看到我翻了个白眼，正想嘲讽两句，突然看到了我身边的裴度，脸色瞬间苍白。裴总晚上好。裴总今天也是一表人才，跟旁边这位小姐真配啊。看着眼前人狗腿的样子，又想到上次羞辱我的样子，不禁感叹这个世界钱权才是永远的通行证。因着裴度帮我牵线，我认识了许多圈子里的贵太太，约好过阵子到我的工作室挑选珠宝。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楼下传来一阵吵闹。我站在2楼的露台往下望去，季思琪跟那个门童正在争吵。我跟王总有事要谈，你只是个门童，怎么敢拦着我的？门童嗤笑一声，不屑道：“谁不知道现在季家已经是落水的凤凰不如鸡？我的职责就是拦住你们这些想要捣乱的人。”季思琪脸青一阵白一阵，愤愤道：“我跟王总谈的是正经生意，怎么算是捣乱呢？”似有感应般，他突然往上看了一眼，与我对上了视线。他激动地挥了挥手：“兰兰，你快点下来接我一下，让他们把我放进去。这门童真是狗仗人势，但我相信你不会这样的，对不对？”没搭理他的道德绑架。我喝完高酒杯中的最后一口酒，头也不回，潇洒转身离开。后来听裴度说，顾嫣然天天跪在季家门口，让季思琪对他负责，娶她过门。季思琪烦他烦得要死，干脆直接收拾了东西跑到了国外。临走的时候，季思琪还来找我，深情款款向我告别，说这辈子非我不娶。他去国外之后染上了各种恶习，没出2个月就把自己搞得身心憔悴。继父亲自去国外把他绑了回来，关去康复中心，用铁链狠狠锁着，痛不欲生。顾嫣然去康复中心看过几次，被季思琪狂躁的样子吓得不行，转头就当了有钱老板的小三。可惜他永远改不了高调的本性，天天发朋友圈炫耀，
被原配发现后打得半死。我的工作是在裴度和小雪的帮助下打出了知名度。1年后，在小雪的见证下，裴度向我告白，我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。那2个人在我的世界里已经越来越远，我相信这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